男女之间的感情果然复杂。说复杂也复杂，说简单也挺简单的。上官公子这么有经验，肯定是久经沙场，令无数的女子肝肠寸断喽。虫姑娘也太看得起在下了吧？难道不是吗？若我真是像虫姑娘所说的那般，是那种人，虫姑娘还愿意和我结交吗？你是吗？我才不信。你还记得规矩吧？我知道，不能靠近你的房间，不能窥视你的房间，更不能以任何理由闯进你的房间。嗯，很好。唉，又喝醉了，门都不关。这里真的是一个妙不可言、让人流连忘返的人间仙境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似乎可以忘去所有的烦恼，笑呀，跳呀，什么都不用去想。千山鹰洲是一个买醉的地方，到这儿来的人，都是为了逃避世间的烦忧而来。可是这酒，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该面对的，还得自己去面对。这些日子有你陪在我身边，我不用去想要如何保护还有壮大我们重火宫，不用去想叛徒在哪里，也不用去想梦远哥会不会因为找不到我而担心。不做重火宫少公主，只做重雪芝，这样的感觉真好。在我心中，你从来都不是重火宫的少公主。你是我要保护的人。我现在呢，就只有一个身份，就是重火宫的少公主。在离开重火宫之前，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小女孩，是爹爹的女儿。虽然爹爹现在已经不在了，出了宫我才发觉，原来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叫重雪芝的女孩子，只有一个人人喊打喊杀的妖女而已。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是不是希望自己是一个普通平凡的女孩？那当然了，小时候呢，我特别讨厌练武功，可是每次爹爹看到我的话，他就会惩罚我。但这个时候，二爹爹他就会来保护我。二爹爹总说，女孩子家家嘛，为什么非得舞刀弄枪呢？长大了以后，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男孩子，保护自己就好了。程姑娘口中所说的二爹爹，可是誉满江湖的林怅然，林大侠。对啊，你认识我二爹爹啊？算是有几分交情吧。那他现在怎么样？他过得好不好？他呀，他挺好的。不过嘛，这人上了一定的年纪，就容易唠唠叨叨的。那你是在哪儿遇见他的呀？不会是在这儿吧？当然不是了，林前辈向来不喜烟花之地。那倒也是。不过你下次啊，
可不要带我二爹爹来这儿，别把他给教坏了。我在纯姑娘的心目中就是这么的不堪吗？那可不好说。唉，自从爹爹走了以后，二爹爹也离开了崇火宫，江湖上便寻不到他的踪迹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，过得好不好。不如明日我便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去带你找回记忆。好一尊梦七十，在等雪芝妹妹呢。这天底下敢如此评价我的，也就你秀娘了。人人都道你上官透视，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可是谁又见过上官公子现在这副克己复礼、清心寡欲的样子呢？秀娘这玩笑与我说说也就罢了，楚姑娘她涉世未深，别让她听见，恐她多心。谁跟你开玩笑呢？你真当我有空跟你开这种口是心非的玩笑？秀娘自然是这世上最不口是心非的人。狼牙知道这一点。你别扯上我们俩，我可劝你啊，雪芝妹妹身上那股执着的韧劲儿和单纯气确实招人喜欢，可是这个度，你自己可得把握好了。秀娘，你误会了，我对纯姑娘就像妹妹而已。妹妹，你还真是空有那些风流名声，你自己将人家看作妹妹，可知道妹妹心里如何？我怕你稍有不慎，妹妹当不成妹妹，朋友当不成朋友。那你千里迢迢带着雪芝妹妹来我这仙山鹰州，一面喝酒弹琴解她忧心，一面明里暗里打探消息，还把你最好的朋友介绍与她结识。我看你这明明就是受月老之托吧。秀娘还是不要再开这样的玩笑了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当然清楚。可是你自己清不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痴傻还是装傻，还是聪明到真的断了情根呢？我呢，幸在不吃不会种，而你苦在不吃不会种。你别再说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何曾见过我对任何一个姑娘有过心思？我身如浮萍，见惯了这世间的虚情假意、阴谋诡计。我虽有父母生养，可其实就如同个无根之人一样。我自己漂泊一生也就罢了，还敢奢望谁与我一起受着孤苦之罪？也许这世间真的有所谓的海誓山盟、真情实意，可这些不属于我。我不奢望自己有所得，只愿自己无所求。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。照你这么说，世人都不敢动情了。我颠沛流离这么多年，那我更没有资格拖累旁人。所以我对狼牙就只能口是心非了。不一样，你和狼牙是两情相悦，我和纯姑娘只有主客情谊罢了，并无半分其他。你就嘴硬吧，别到时候追悔莫及。不过秀娘你也说得对，这一路上我只担心纯姑娘的安危，忽略了其他，做了一些多余的事情，希望她不要误会才好。我们可以出发了。我已经派人打探过了，这一路上暂时没有其他门派的踪迹。不过这路上你们还是要多加小心。谢谢红秀姐。这点小事不用客气。红秀姐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不用问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江湖传言上官透风流不羁，骄傲放纵，
那都是假的。你怎么知道我想问这个啊？因为都写在你脸上了。雪芝妹妹，红袖姐还是有几句话要提醒你。她的内心，并不是你所见的那样，她人见人爱，但非见人爱人。接近她难，但接近她这里更难。她不会对任何人敞开心扉的。你现在当然不懂了，以后啊，你自然会明白的。你看他，这。一品透，何时再来？你何时请我喝你们的喜酒，我何时再来。好兄弟啊！那恐怕这辈子是见不到了。雪芝妹妹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你们这个入口怎么会有莲花啊？这莲花可用作药，用作茶，用作膳。月上谷中的植物动物，全部都为我们自己所用。我们的生活所需，也全都自给自足，从来不向外界索取。当初创立月上谷，就是为了建立一块远离纷争、回归宁静的乐土。不像你们重火宫，为各大门派提供兵器，难免会卷入武林的风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上官公子啊，你们月上谷没有弟子练武了吗？他们在做自己该做的事。月上谷从来不拘泥于条条框框，来这里的弟子大多都是为了躲避世间的烦扰，隐匿山林。啊，这倒和你颇为相似呀。芝儿，二爹爹，二爹爹。二爹爹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怎么会在月上谷啊？好多年没见了。二爹爹，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？池儿到处找你，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。池儿好想你啊，你还好吗？二爹爹很好，这么多年没见，我们家芝儿已经成大家闺秀了，越来越像你爹了。啊，所以。一直是你让上官公子来保护我的。这一路上有你暗中护送，辛苦了。公子，您是想将重姑娘留在月上谷吗？她是否留下来，由她自己决定。我有另外一件事情要拜托你去做。公子请说。我想将重火宫的叛徒引出来。公子是有怀疑的人。重姑娘遭遇不测，最大的受益者，便是曾经的大护法宇文穆远。我想看看这个叛徒究竟是不是他，所以，你去帮我带一条消息，就说是。如果不是上官公子多次相救的话，池儿恐怕就见不着您了。可是我不明白，如此艰辛，如此凄苦，为什么你还要做这个义公之主？当年你要是跟着二爹爹走的话，怎么会吃这些苦头？重火宫有穆远哥，还有4大护法守着我。如果我跟二爹爹走了，那他们怎么办呢？这些年来，他们一直任劳任怨地保护我、照顾我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，让我能够带领他们重整我们重火宫啊！
这些年啊，你承担了太多不该承担的重担。你爹要是在天有灵的话，应该也只想你过得幸福快乐、平安顺遂。二爹爹，我知道你疼惜我，可是自从爹爹走了以后，我便是崇火宫的一宫之主。如果我也走了，那谁来守护我们崇火宫呢？想不到我闺女如此有担当，二爹爹真是自愧不如啊！哪有？您不是派了上官公子来保护我吗？其实他在英雄大会之前就已经找到了我。这一路上，如果不是他保护我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度过这些劫难呢。英雄大会，我跟你爹就是在英雄大会上认识的，仿佛就在昨天一样。还有谁愿与在下一较高下？在下，还有在下。林怅然，在下宇文玉盘。崇火宫重业。当年崇火宫叱咤风云，独霸江湖。你爹走了之后呢，崇火宫就成了我的伤心地，再也回不去李氏了。到了这月上谷之后，你就成了我在崇火宫唯一的牵挂，所以我让小偷去保护你。没想到那小子还真没让我失望。这些年来，崇火宫一直承受着整个武林的压力。除了灵剑山庄以外，其他门派对我们崇火宫都抱着赶尽杀绝的态度。我不明白，这5年来，我们把能够做的、能够弥补的都做了，为什么他们还要如此对我们呢？这罪过本不应该让你承担。你爹他毕生痴迷武学，修为极高，他练成了连神9式，可当时并不知道连翼这2卷秘籍是相辅相成的。他只练了招式，而忽略了芙蓉心经的心法，因此走火入魔，大开杀戒。之后之后怎么了？你爹品行高洁，恢复了清醒之后，无法释怀自己的罪过，因此以死谢罪。这儿，二爹爹，我没事儿，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小女孩了。你跟你爹的牵绊，就像你爹跟崇火宫的牵绊。这江湖中的恩恩怨怨，纠缠不清，盘根错节，陷得越深，反而束缚，不得自由。侄儿明白了，侄儿会放下过往的。这离兵器谱大会还有那么些日子，既然来了，就陪二爹爹好好聚聚。这崇火宫的事情啊，咱们再慢慢商议。嗯。哎，一会儿我让小偷带你去走一下月上谷。这月上谷啊，有好多地方外面是看不见的。嗯。上官公子啊，你们月上谷的设计真是妙啊！这一枝一叶仿佛都暗藏玄机。如果不是你带着我的话，恐怕我会迷路的。纯姑娘不必客气，
尽管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便是。也不知道现在崇火宫怎么样了，江湖上对我的去向流言纷纷的，莫远哥他们一定很担心我。春姑娘，你可曾想过，有时候你最信任的人，恰恰就是最危险的人。什么意思啊？请恕我直言，据我分析，这崇火宫中的叛徒，极有可能就是宇文牧远。绝对不可能！穆远哥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。上官公子，你也许不信任他，但是我知道，穆远哥绝对不会做任何对不起我，或者是对不起崇火宫的事情的。春姑娘，江湖上的流言你也听说过了，你死的假消息一经传出，宇文牧远立刻就当上了崇火宫的宫主。你难道不觉得这也太快了一些吗？从这点上来看，他就是最大的受益者，显然，他的嫌疑最大。上官公子，你不了解穆远哥的为人，他是我见过最正直、最光明磊落的人，而且我了解他，这叛徒无论是谁，都不可能是穆远哥的。江湖上的那些传言，我一个字都不会信。了解，楚姑娘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宇文牧远武功高强，颇具才华，你如何能够断定他愿意允居人下？难道他就不想要取而代之吗？穆远哥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不会趁人之危的。而且他说过要还我一个当年的崇火宫，他向来一诺千金，绝对不会食言。是非黑白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我也希望崇姑娘说的是对的。走吧，我带你去别处看看。上官公子，这些动物都怎么了？他们受了伤，被阴次前辈所救。阴次前辈？正是。阴次前辈是我谷中的药王，医术精湛，但他个性古怪，我估计你不会喜欢他的。我都没见过他，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他？那等你见到他，你就知道了。走吧。您就是药王前辈吧？这外面的动物是您救的吗？救？我才不会救他们。啊，那些是？我是准备把他们做成菜。你既然打算把他们做成菜，那为什么还要救他们命，而不是给他们一个痛快呢？你是谁呀？我是……这位是崇火宫的少公主，崇雪芝。崇姑娘，你知道这世上有多少种毒药吗？不知道。上千种。你又知道这世上有多少种解药吗？也不知道。只有100余种。而这100余种解药之中，有27种药是我发现的。我之所以能发现这27种解药，全凭他们的功劳。所以你不是在救他们命，而是用他们的命来试毒了。能够造福众生，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可是你的解药都是用他们的命换来的，你这样做会不会太残忍了呀，前辈？你是谁呀？跟我讲大道理。好了，前辈，纯姑娘初涉江湖，不懂这些生杀之理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恐怕他见过的人，还没我治过的病人多呢吧？是。前辈，其实我这次是来向您拿毒王丹的。
拿什么？毒王丹。不可能。虫姑娘是月上谷的贵客，我是赠予她的。这毒王丹，从建谷之初，林兄交由我保管。世上仅此一颗，怎么能说送人就送人？哎，前辈，我知道这毒王丹对你来说是宝贝，但你就看在我这个谷主的面子上，忍痛割爱下喽。你说了不算，不算。这毒王丹是镇谷之宝，世上稀有，怎么能随便送人？药王前辈，我跟你说了不行。我宁可给外面那些鸟吃，我也不会给他吃。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！不要耽误我的事儿，赶快走。那我下次再来取。走。什么人？春姑娘，你别介意啊。上官公子，你说对了，我的确不喜欢这个药王。其实药王前辈他这么做能救很多人，那些受伤的动物，本就是他从山林野兽的口中所救。他为动物疗伤，其实也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医术。来，跟我来。这是什么地方呀？这里便是在下的寒舍。上官公子的品味果然不俗啊！此番回谷仓促，未能及时做好准备。若姑娘不嫌弃，此屋就留给姑娘暂住了。啊？那我住这儿的话，你住哪儿啊？当然是自有去处了。我还是第一次住男子的屋子呢。姑娘不必拘束，住久了，自然就习惯了。姑娘稍作歇息，谷中还有些事务要处理，我先告退了。嗯。公主，如何？属下失职，请公主责罚。这事儿不怪你们。倘若智儿不想被你们找到，你们再怎么查也没有用。公主，你可有其他计划吗？先回去休息吧。是。请问一下，你们谷主在哪儿啊？我们谷主行踪从不示人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他住哪个房间嘛？这月上谷都是他的家，他处处都住的。问也是白问。前辈，前辈，上官公子在里面吗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他不在，他是谷主，又不是大夫，他在我这做什么呀？不在。可是月上谷大大小小的地方我都找过了，他肯定在里面。哎，你别想糊弄我啊！你是惦记我的毒王丹？谁惦记你的毒王丹啊？我真找他有事儿。你找谷主到底什么事？我反正就是有事儿。要不这样，你要是看到他的话，你就跟他说我在他房间等他。哎，转达，你到底让我转达些什么呀？哎，你说你在哪里等他？哎，算了，当我没说过。哎，你在哪儿等他呀？
给自己请回来的冤家逼得上天入地，躲闪不及了吧？哎，药王前辈以后还是不要这样逗宠姑娘了，她毕竟是林前辈的千金。千金？小姑娘整天清汤寡水、素面朝天的，哪里像什么千金？我倒是觉得这样挺好的。我的毒王丹！嘿，堂堂谷主，竟然学会了顺手牵羊。药王，该不会想从我这个堂堂的谷主手上抢东西吧？再说了，这毕竟是林前辈的东西。好吧，算我倒霉。拿去吧，给你那相好的去吧。啊，去吧，去吧。多谢药王前辈赐药，告辞。谷主，刚才虫姑娘又杀回大殿去找您了。吩咐下去，不管虫姑娘走到哪儿，都好生招待，千万不要怠慢。是。对了，采办何时出谷？刚才买完，估计足月都不用出谷了。谷主是要买什么东西？是有几样东西。二爹爹，还不睡啊？睡不着，所以来陪陪二爹爹。芝儿，你知道这月上谷名字的由来吗？你看，以水为镜，月亮在下，山谷在上，这便是月上谷名字的由来。月出皎兮，皎人聊兮，疏遥究兮，劳心敲兮。芝儿，你有心事。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二爹爹。当然了，从小什么情绪你都写在脸上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而且，我想这个心事应该跟一个人有关系。二爹爹，我闺女长大了，我开心都来不及呢。若是你有什么烦心的事情，你大可以跟我说，说不定我能给你一些什么建议。二爹爹啊，你说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啊？你这个问题倒是问倒我了。这个字呢，也不是几句话能够形容的。也难怪，当时我离开崇火宫的时候，你还小，我也未跟你提及过此事。之前我在仙山鹰州的时候，看到了红袖姐还有仲涛大哥，倒是有几分羡慕。仲涛大哥说，红袖姐是他此生唯一所爱的女子。二爹爹啊，你此生有挚爱的女子吗？有一个，可是因为世间的阴差阳错，我失去了的。芝儿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姑娘，也是二爹爹的骄傲。
原本有些事情呢，我不该跟你说，但有些遗憾，二爹爹不想你重演。如果你认定了一个人，而且你们相爱，你们就应该勇敢的去追寻，去争取。沧海桑田，瞬息万变，也许到最后，结果并不尽如人意，但你若心怀坦荡，便不会后悔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会慢慢明白，经历过这段感情之后，你会希望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。那我应该做些什么呀？人生很多事情需要等待，因为时间会把最好的留给你，但也有一些事情是不能等的，因为等着等着就错过了。等和不等都是一种机遇，错失良机就会抱憾终身。懂了？重雪之葬礼结束之后，朱砂、琉璃二人便悄悄出了宫。他们去了重雪之坠崖的地方，搜寻了好些天。他们可曾找到了什么？不知，但属下认为，他们还在寻找重雪之。难道重雪之没有死？你可曾亲眼看见猛兽撕咬重雪之而死？没有，属下并未亲眼目睹。糟了！你给我盯紧了公主和三大护法，重雪之很可能没有死，我绝不能让重雪之活着回重火宫。是，主人。你谁啊？你在我房间里干什么？见过重姑娘，我是谷中弟子，特照谷主吩咐来给重姑娘送些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上官公子想的可真周到呀！请问一下，你们谷主在哪儿？谷主一早就离开了，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。这是你们谷主的衣服吗？嗯，你要帮你们谷主晾晒衣服呀？正是。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，你给我吧。不，重姑娘可是月上谷的贵客，怎能做粗活？还是我来吧。你们谷主自己都说了，让我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，我在自己家里面做活，有什么不可以的呀？来，给我，放手，走开。上官公子，这个给你。多谢重姑娘。你有一件衣服破了，破了扔掉便是。我从来不穿破衣服。那太浪费了吧？重姑娘，以前在重火宫也做这种杂活吗？那倒没有，平时有人照顾我，我不用做这些的。以重姑娘的身份，不该做这样的杂活。若是让林前辈知道了，又该数了我了。那我以后不做便是了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哦。
身益气健脾，活血止痛。藿香、发表解暑，海参、藿香、谁孤单？你一滴泪蒸冷，掀起波澜。江湖引来纷乱，心却像平淡。置身乱世之中，叫永恒太难。生静寂流年。帮我把这个端给上官公子。这是大补茶。他要是问起来的话，你就说这个是我精心为他熬制的。啊，快去快去！谷主，谷主，这什么？这是那位虫姑娘给您的。收好，端下去。是。林前辈，前辈不去看虫姑娘，到我这儿来如何？难不成你已入化境，我还来不得了？前辈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小偷，你知道我喜欢月上古什么吗？天朗气清，月到风来。可惜啊，这一下子都得毁了。前辈这是何意？你真该临水照照，瞧瞧你的眉头都挤成什么样了。前辈，您又拿我打趣了。我侄儿烹的茶为何不喝？并无此事。尝过而不喝，是茶不好喝？虫姑娘烹的茶，味道确实独特。世人千万，能引我侄儿亲手烹茶的人，恐怕不多。虫姑娘烹的茶，我当不起。是茶分酸甜苦辣，还是高低贵贱？茶无差别，可强饮无味。我侄儿年龄尚小，但世人皆欲杀之。他要走的路很艰险，我之所以把他托付给你照顾，
一则是因为看中你这个人可信可交，二则是因为我这个当爹的怯懦，难断难舍，不敢再入江湖。我知道，前辈自有伤心事。这次虫姑娘遇险，来者不善，我已派无命去查，您可以放心。你不知道，白单一个透字。我与前辈不同，前辈识遍江湖，是以想出便能出，想饮便能饮。可我不一样，我有家族重担在身，临江立所，和天野兽，前路未定，所以这茶饮之无味。一杯茶生出这么多感慨，就因为是知儿烹的。是，春姑娘抬爱，我不能饮。世人皆知知儿他爹爹是个武痴，因为有痴，所以有德。知儿他从小像爹爹。我苦在不吃不会种。也罢，多说无益。小偷，知儿是你一路带来谷中照顾的，虽然我父女团聚，但恐怕在他心中，我这早已不是家了。他心归何处，该归何处，你自己好好想清楚。但无论如何，我想你也是希望他好的。前辈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有这么难喝吗？上官公子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正好，我有东西要交给你。那进来说吧。啊，不用了，在这里就挺好。这可是你房间。既然赠与姑娘了，那便是姑娘的闺房了，终究有别。什么有别啊？男女有别吗？进来吧。这是什么？此物便是毒王丹。哦，这个就是那个药王前辈保管的毒王丹啊。正是。春姑娘，你还记得英雄大会时夏少侠中毒一事吗？他当时无意间喝了我的茶水，便中了满飞月的毒。这件事情就是在提醒你，江湖险恶，人心叵测。况且，你身上背负着诸多责任，定会遭到小人的暗算。吃了这颗毒王丹，便可百毒不侵，无惧毒术。这个这么贵重，我不能接受。我曾经允诺过，要保护姑娘安然无虞，所以吃了这颗毒王丹，你的身体就会不惧毒物。如此一来，就可以让我放心许多。况且，这也是你二爹爹所愿。上官公子啊，那我二爹爹在派你来保护我之前，有没有给你讲过我其他的事情？他说过你的姓名，还说过你的生辰。哦，难怪你知道我属兔。那还有没有其他事情啊？没有。就没有嘱托你其他特别的事吗？没有。我从来没有问过虫姑娘的事情，也不会去追问前辈的私事。我答应前辈保护姑娘，是因为前辈对我有救命之恩。救命之恩？他救过你啊？上官公子，其实我一直很好奇，你既然是当朝国师之子，为什么又是这月上谷的谷主啊？爱似一回犹如
你真想知道？不告诉你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丢人的事儿啊？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，我就去问二爹爹。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好，我说，5年前我遭人暗算，被人追杀。你中毒了。你是？你给我吃了什么？这颗是毒王丹，除了能解你身上的毒以外，你以后就百毒不侵了。多谢前辈。这么说，你也吃过一颗毒王丹啊？那些人为什么要追杀你啊？还给你下毒，对你赶尽杀绝？是不是你爹的仇人？因为我听说朝堂之上比江湖更加险恶。好了，我不问了，你继续说吧。后来，我和前辈无意间路过此处，觉得这里的风景甚美，所以便决定在此处隐居，也就有了现在的月上谷。你能遇上我二爹爹，也算是很幸运了。可是后来，待我伤势有所好转，前辈便决定辞行。怎么样，感觉好点了吗？已经好多了。前辈救命之恩，上官透无以为报。若前辈不嫌弃的话，这月上谷与世隔绝，风景宜人，不如前辈与在下一同留下，晚辈愿任劳任怨，照顾前辈一生。这么快给我养老送终，我可受不起啊！晚辈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竭尽所能来报答前辈。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小子。把手给我。是个练功的好苗子。告诉我，谁那么狠毒把你武功给废了？我看你是个练功的好苗子。要么这样，我把我半生的武功全部传授给你，就当是见面礼吧。前辈，您这……前辈将半生的功力传授于我，这才有我现在的功力。我二爹爹他生性洒脱，他既然肯将半生的功力传给你，就说明他很信任你。你也是他最信任的人，所以收下吧。这本来就是留给你的。不行，这太贵重了，我觉得应该把它送给比我更需要它的人。纯姑娘究竟让我如何做才肯收下？不然你跟我比一场，你要是赢了，我就收下。
好呀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我在迂回间起放飞把你追，恋你牵引如痴如醉，反正眼下先别看，你输了，程姑娘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收下吧。我又不是君子，我是女子，我不管。君子也好，女子也罢，这毒王丹可是我费了9牛2虎之力才从阴司前辈那里求来的。程姑娘，听话，把它吃了。怎么样，程姑娘？程姑娘，程姑娘刚才吐血，不是因为吃了毒王丹，而是姑娘前几日受了内伤，刚刚要运气发功，伤了内力，必须要静养几日。应该是那天在悬崖上吧。英雄，此伤可会落下病根。你在羞辱我吗？你是瞧不起我的医术呢，还是看不起姑娘的筋骨啊？放心，我配上几副药，姑娘过几日就可痊愈了。那就有劳英雄了。月灼草，1日1包，每日子时服用。黄花丸，每日辰时服用。哎，等，那么多药，还要每天按时辰服用，太麻烦了吧？有的药属阳，必须白天服用；有的药属阴，必须晚上服用。药效不同，功效自然不同，必须严格遵守。前辈，故意刁难我是吧？程姑娘，药王前辈乃是饮食神医，于叶上古隐居，他对药物有自己独特的见解。何时服药，我会替你记住的。程姑娘，我对待你不会像对待小动物一样，我会好好医治你的。记住，痊愈之前不可动武，不可运气。有劳有劳，闺女啊，你就好生在此养伤啊。小涛，要麻烦你照顾一下侄儿了。这是自然。前辈，这是给程姑娘进的药吗？你说呢？这药太苦了。良药苦口。请教一下前辈，有办法能让这药喝上去不那么苦吗？花瓣，把它放进去，味道就没那么苦涩了。这不会和药性相冲吧？不会，但也没什么疗效。弹琴或许可以。我要上山采药了。多谢前辈了。
这里面怎么有花呀？花香可以去色，这样喝起来没有那么苦。早知道我就在给你熬的茶里面放花了。春姑娘，在下不值得你对我如此费心。值得啊，虽然我这次没有做好，但是以后我会做得越来越好的。上官公子，你可曾像这样保护过一个女孩子啊？从未。那，你可曾像这样照顾一个女孩子啊？也没有。我之前在仙山鹰州的时候，听到过关于你的一些传闻。他们说你风流无度，让很多姑娘都很伤心，还有很多情史呀。你信吗？春姑娘在江湖上，不也被传承为邪教的妖女吗？不过有所不同的是，我的那些谣言，是我让人故意散播的。故意散播？为什么呀？姑娘不用在意，这些事情和我的家族有关。那你不在乎家人对你的看法吗？在乎又如何？不在乎又如何？是是非非，本就一线之隔。春姑娘，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对你来说，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。虽然我跟上官公子你相识不久，可是我们也曾一起经历过许多旁人没有经历过的事儿。你的话不错，不过我们终究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。也许真实的我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。我先告辞了。小兔子来吃萝卜喽。兔子啊，你说上官公子他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会有人故意让别人说自己坏话呢？难道是他家里的人给他安排了亲事？但他不喜欢那个姑娘，所以故意说出那些话，让他知难而退吗？如果订婚了的话，江湖上应该有所传言才是啊。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故意说给我听的，想让我知难而退。可是上官公子他也没有说过他保护过哪个姑娘呀。如果他不是对我有意思的话，那他为什么这一路上都对我百般照顾呢？可是他也没有说过他喜欢我呀。吃吧。东西也不吃，也不给我意见。
这儿，这儿，这儿。主人，公主不见了。整个重火宫全部找了一遍，也没见公主的身影。小兔子，别怕啊。虫姑娘，她不想看到你们被如此对待，所以呢，今日我就将你们全部放生了，也算是了了虫姑娘一个心愿。来，走吧。英兄急着找我，可是我闺女出了何事？哎呀，怅然兄，没事儿。喝酒！来！哎，我现在哪有心思喝酒啊？我是找你试药。试药？试什么药？哎呀，上官透啊，把我的兔子呀、鸡呀、鸭呀全放走，我没的东西可试了，只好找你了。我这身子骨好好的，我试什么药啊？要不这样，我给你把兔子、鸡鸭再买回来啊！哎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得及啊！前辈，他找你。前辈，你找我？哟，谷主，你来的正好啊！我问你，我那兔子是不是你放走的？是。那我那鸭子呢？也是。那就怪不得我。帮我试药吧。试药？嗯，这可是给虫姑娘的药，要不要试啊？既然是给虫姑娘的药，自然是要试的。嗯，那就对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还有半个时辰，这药就好了。你到时候记得服下。我跟你说，这药是我新研制的，服下以后可能会有什么其他不良反应。为了免得让下人看见谷主出丑，我替你把门关上，你安心试药。好好试药吧。好好看着药。也没什么特别的呀。又是你啊！哎，你有没有看到我二爹爹啊？药王找他去试药了。哎，不是试药吗？大白天的关门做什么？难道在泡药浴？二爹爹，您是在药浴吗？这儿心里憋闷，想找人聊聊。要不我就在门外说给您听吧。我好像明白你说的等待和错过是什么意思了。我知道，现在偷窃连神9世的人还没有查到，重火宫的叛徒也毫无头绪。这个时候，我不该对上官公子抱有痴心。可是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再隐瞒自己对他的感觉了。自从英雄大会之后，上官公子一次又一次的救我，告诉我世间的险恶，人心的险恶，然后还一路护送我来到月上谷跟您团聚。在这段跟他相处的日子里，我渐渐觉得上官公子是一个特别值得托付终身的人，也是一个值得我用心对待的人。对了，二爹爹，
您跟上官公子相识多年，那您了解他的为人吗？江湖人都说他风流成性，是纨绔轻狂之人。可是我看到的上官公子，他不是这样的呀。他说，那些谣言是他自己散播的，所以他不在乎。可是我在乎，我讨厌别人说他的不是。二爹爹啊，自从爹爹去世以后，您也离开了重火宫，重火宫便闭关多年。我也在重火宫被拘着，就只有穆远哥哥陪着我，生活总觉得变得乏味了起来。我也不知道我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。可是自从我离开重火宫之后，遇到了上官公子，世界好像变得不一样了。只要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开心好开心啊。可是二爹爹啊，上官公子他近来好像老是躲着我一样，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做的不对，惹他不开心了。可是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心里面很痛苦，我没有办法安慰他，看着他痛苦，我也跟着痛苦。二爹爹，你说这种感觉是爱吗？你祝福的心是温柔的陷阱。二爹爹啊，你倒是说。我是这样躲不过，何必又挣脱？爱似一回又如何？陈姑娘，你刚刚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听到了也好，反正我也是说给你听的。日前还没谢姑娘苦茶，今日我要先谢谢你的坦诚。只是在下实在不足与姑娘相配，姑娘若真心待我好，还请不要再步步相逼。什么意思啊？那你一次又一次的救我、护我、送我礼物、给我毒王丹、为我拼命，不是因为你喜欢我吗？只是为了报答二爹爹的救命之恩吗？我现在只想护姑娘安全，带你安然回到重火宫。我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。只是这样吗？那你敢说你上官头对我重雪之从始至终没有过半点动心吗？只要你说是的话，那我就会放下过去，我不会纠缠你的。上官公子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别说了，陈姑娘，我上官头对你重雪之没有半点男女之情，一丝非分之想。我之前所对你做的一切，只是为了报答林前辈的救命之恩。若之前有言行不妥之处，我向你道歉。那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那既然上官公子不喜欢我的话，我也不会再纠缠你了。也希望上官公子，你真的看清楚了自己的心，去居肺腑。那都
前辈，你找我？坐，陪我喝2杯。来，谷中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，我都看在眼里。芝儿长大了，虽然我是他的二爹爹，但是你们2个感情的事情，还得靠你们2个自己去解决。只是，林前辈是想问，今日我为何会拒绝？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这隐忍的性子是一点都没变。只是我不明白，你对我们家芝儿是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纯姑娘，就像是出现在我生命中的一个意外，她像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个礼物，弥足珍贵。一开始，我确实只是想要报答林前辈的救命之恩，一心一意地保护好纯姑娘的安全。可是，我和纯姑娘在一起朝夕相处的时间越久，我对她的感觉就越发不一样。我喜欢看着她，喜欢和她在一起。我会因为她的笑而开心，因为她的苦而悲伤。我喜欢这样的感觉。可是，当我发现纯姑娘似乎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时，我会变得不知所措。既然你有意，何必苦苦隐藏自己的情感？你大可以找他说清楚啊。前辈，虽说我与上官家族不亲，也素来与父亲不睦，可我毕竟是上官家的子嗣，这样的家世早已让我一只脚踏入了朝堂。我不知道明日会发生什么，我更不希望纯姑娘跟着我一起过这样的生活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从小便看惯了父亲和母亲的冷漠，我从未感受过家庭的温暖。我不知道该如何真正的去爱一个人，如何真正的承载一份感情和一位姑娘的托付。可你不是冷漠无情的人啊，何不试着打开自己的心，去接受一个人呢？我不能，我害怕，我害怕我一旦尝试去触碰，我便会把对感情的抗拒强加在纯姑娘身上。若我不能完全放下心中的包袱，不能将一个完整的自己交付给她，势必会给她带来痛苦，对她造成伤害。